最近，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联合基金创始人、亿万富翁投资人达利欧在领英等平台发文，发出惊人警告。表面上大家只关注最近这轮所谓的对等关税政策及其影响，但真正更重要的力量正在酝酿。按他的观点，全球的货币、经济、政治和地缘秩序正在经历100年罕见的崩塌，这种崩溃一生只有一次。他说，不要被表面的关税政策蒙蔽双眼，真正的风险正在经济和政治的深层结构中酝酿。诸如关税这类吸睛新闻只会分散人们注意力，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深层次的经济与政治。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向进口商品普遍征收对等关税，试图缩小与各国之间长期累积的巨额贸易逆差。他的逻辑是让各贸易伙伴为过去几十年与美国之间存在的贸易不平衡买单，并通过关税迫使他们与美国重新谈判公平贸易协议。然而，许多经济学家对这种做法并不看好，他们指出，关税非但不会带来好处，反而会提高成本，制造通胀，拖累经济增长。例如，研究显示，征税必然让美国物价上涨，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埋下滞胀的隐忧。世界贸易组织也发出警告，美国的关税措施可能导致全球贸易倒退。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已从原先预期的 2.7% 下调至 2.2% 左右。如果特朗普恢复其高额关税计划，今年全球贸易额预计可能下降近 1%。世贸组织总干事称，中美贸易脱钩现象令人担忧，两国贸易额或将大幅萎缩，影响波及全球产业链。可以说，这是一次逆全球化的试探。过去几十年塑造世界格局的开放贸易秩序正被美国的新单边主义挑战，各国纷纷考虑重构供应链，实施有岸外包，以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美国则一改过去全球化引领者的姿态，以保护主义的方式追求自给自足。总之，美国加征关税本质上是对旧秩序的一次重大背离，也意味着过去全球化模式的拐点正在到来。截至2025年3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达到大约36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债务意味着每年近万亿美元需要用于支付债务利息，占联邦预算超过1/10。近期，网络上流传一则美债崩溃的帖子，称2025年美国将有 9.19 万亿美元国债到期，其中仅6月就有6万亿美元集中到期，并借此推测美国可能无力偿还。实际上，这则说法断章取义，美国每年都有大量债务到期偿还，通过发行新债和调整财政账户等手段，一般都能应对。事实上，2024年全年到期偿还的国债规模已远超27万亿美元，因此所谓的 9.19 万亿只是局部季度数据，并不意味着美国无法偿付。虽然谣言不实，但美国的债务负担依然沉重，每年债务利息支出高达近1万亿美元，极大地挤压了财政空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发出警告，到2025年，全球公共债务总额将达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95% 以上，财政风险正在累积。对此，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来应对。比如，据报道，他们计划将2026财年美国国务院预算削减一半，节省300多亿美元预算开支，这可能导致关闭近30个海外使领馆，并大幅缩减对外援助。同时，政府还考虑对部分企业和高收入群体大幅增税，据称部分企业税负飙升数倍。尽管如此，债务和利息负担已经成了美国不可忽视的隐忧。如果经济增长放缓，债务滚动效应可能进一步恶化。正如达利欧所提醒的，债务和货币过度膨胀终将带来致命风险。今年4月初，美国国债市场出现剧烈动荡，一波集中抛售令全球市场震惊。原本被视为最安全资产的美国国债价格大幅下跌，收益率飙升。截至4月7日，1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从年初的约 3.86% 猛涨至 4.59%， 随后在一定抛压消化后略微回落至 4.36% 左右。这种暴涨暴跌说明市场流动性已显著恶化。此外，美国财政部不断加大新债发行，以填补预算赤字，庞大的供给压力也在不断加剧抛售压力。业界指出，这场抛售浪潮背后有多重原因。首先，
对等关税政策引发的滞胀恐慌，让投资者抛弃债券，寻求其他避险资产、黄金等需求上升。其次，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高杠杆交易被迫平仓，在美债收益率快速上升时，他们不得不卖出手中长期债券，形成连锁抛压。此外，不少投资者开始集中买入短期国债或现金，以应对政策变化的不确定性。据分析，资金正涌向短期美国国债，而长期国债遭到抛售，这反映出市场对美联储货币政策和财政前景的担忧。与此同时，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也受到挑战。在冲击来临之际，一部分资金开始流向非美资产，美元指数已经跌破关键关口，国际投资者对美国财政政策的信心受到考验。一些国家加快了去美元化步伐，如用本币结算贸易、增加黄金和非美货币储备等。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国债曾经享有的避风港地位正在动摇，市场信任度出现裂痕。历史的长镜头给出了警示，每一个称霸一时的帝国都有类似的兴衰轨迹。达里欧在最新著作和文章中指出，自建国以来的荷兰、英国和美国等帝国兴起和衰落的过程，都展现出共性模式。一般来说，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建立后，会出现一段相对长时间的和平与繁荣期。在这段时期里，人们日益习惯繁荣，债务和杠杆不断膨胀，直到达到顶点。然后，随着债务的激增和财富分配不均扩大，社会矛盾加剧。当政府不得不大规模印钞维持经济时，通胀和金融风险就会爆发。这时，一个帝国往往已经失去了重塑秩序的能力。历史上，17世纪的荷兰帝国、20世纪的英国帝国，甚至现代美国，皆经历过类似周期。他们在鼎盛期过后，都因债务高筑、货币贬值而走向衰落。简而言之，债务和货币周期是帝国兴衰的核心。在达利欧看来，国目前正处于这个周期的后半段。高企的国家债务和融资成本，严重的社会分裂使其面临巨大压力。如果这一切继续恶化，美国也可能重蹈前帝国覆辙。历史告诉我们，每当旧秩序瓦解，都会伴随危机和权力重组。达利欧提示，当下世界的帝国周期已经来到关键节点，我们身处的时代正与历史上的大崩溃惊人相似。当前世界格局也在经历剧烈震荡，中美对抗无疑是最大的地缘政治风险之一。两国在贸易、科技、安全等领域的博弈日益激烈。美国通过制裁和关税来遏制中国高科技崛起，中国则强化军事现代化并深化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台海局势紧张，南海争端未决，这些地区冲突的风险随时可能升级。与此同时，欧洲战火仍未熄灭，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持续多年，波及全球能源和粮食供应。欧洲国家纷纷加强国防开支，北约东扩，加剧全球军事对峙。这场冲突不仅是军事对抗，也引发了经济和政治的连锁反应。部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俄罗斯则加速与中国等国结盟，全球贸易和金融秩序正被重新洗牌。国内层面，很多国家的社会内部也出现撕裂。以美国为例，政治两极对立加剧，左右翼民粹势力互不相让，政府决策效率下降，社会贫富和机会差距扩大，民主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达利欧警告说，社会内部的冲突越深，民主就越脆弱，强人政治有可能趁机崛起。总之，从中美战略竞争到俄乌冲突，从地区热战到社会撕裂，当前全球风险层出不穷。达利欧将当下的世界比作一个战争舞台，各种不稳定因素交织涌动。在这样的大环境里，任何突发事件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对全球秩序产生深远影响。股票配置，优选基本面稳健、估值合理的龙头个股，关注消费必需品、能源、医疗等行业龙头，这些行业更加抗周期，能够经受经济波动的考验。债券策略应避免久期很长的国债，因为利率上行时，它们的价格会大幅下跌，可选择短期国债或浮动利率债券来降低利率风险。同时，尽量不要持有过多杠杆头寸。黄金和大宗商品，黄金历来被视为终极避险资产，在当前环境下，适度配置黄金
可对冲通胀和信任危机，可考虑将其占组合比例控制在1/10左右。白银和石油等大宗商品也可以适量纳入，以分享全球资源价格上涨的红利。多元分散，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股票、债券、现金、海外资产等都可适当配置。不同资产在不同情况下各有作用。另外，可以关注多种货币和区域市场，以提升投资组合的韧性。流动性与杠杆，保持充足的现金或高流动性资产，可以为突发机会提供灵活性，避免过度使用杠杆操作，因为在剧烈波动中，杠杆会成倍放大风险。总而言之，在这样一场一声仅见的风暴来临之前，谨慎布局投资组合，增加避险资产和流动性，避免过度杠杆就显得尤为重要。及时准备好各种防风挡雨的策略，才能从容应对未来的变局。